我们现在的话已经连上了。好，听到这一段声音的话，说明飞控是正常启动的。然后我们打开 QGC， 一般情况下的话，你 USB 连上之后，它会自动连上 QGC。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 QGC 的一个界面。然后最开始这个界面，也就是 Q 这个界面的话，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用设置吧。然后这里面的话，基本会分为几个常规，然后通信连接、离线地图、Mavlink 控制台、帮助。然后常规里面就一些单位设置，像语言系统啊，是中文之类的，或者根据中文室内室外。然后地图是选用什么地图，这个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习惯或者是保持默认即可以。然后 QGC 的版本是 4.0.8。然后第二项是通信连接，一般我们通过 WiFi 授传就有很多的 IP 地址，然后进行它的一个设置，然后进行通信连接。然后离线地图这个用的较少，就是你可以提前下载好某一部分的地图，就你不需要有网络的时候也可以加载相应的地图。然后这个是 Mavlink 的一个消息。QGC 刚才是闪退了，我们重新打开一下。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QGC， 然后它会自动继续保持连接。所以在第一个界面基本上是一些常规的一些应用，像最后的控制台和帮助，其实就一些链接，可能常用的就是这个常规里面的一些设置。然后第二个窗口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飞行器，就飞机的一个基本的设置的一个界面。然后里面包括的就一些固件烧写，然后总体，首先第一个是总体概览，然后第二个是固件烧写，然后第三个是机架的选择，然后传感器的校准，然后遥控器的校准，然后飞行模式的设置，然后电源的设置、电机、安全、调参，然后相机、参数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像目前这种状态，这个飞机没有刷过固件，所以我们需要刷固件。然后机架、传感器，每个传感器也进行相应的校准，遥控器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校准，然后以及飞行模式、电源设置。在安全里面，我们可能设置一些就是失控保护模式，比如说遥控器丢失，或者说数据链路丢失，或者是地理围栏超出，以及一些返航的一些情况。然后在参数中，我们参数的话一般分为4类，一般就是标准参数，然后开发者参数，然后以及其他参数或者是系统参数。然后在标准参数中就有很多像电池校准，然后相机设置，或者是 GPS 相关的，或者是跟 Mavlink 相关的，以及跟我们的混控器相关的，以及 PID， 也就是我们多旋翼的一个姿态环、位置环、一个角速率环的一个角速率控制、姿态控制和位置控制。就每一个关键词代表不同的意思，像传感器就代表可能跟所有传感器相关的一些标准参数。在开发者参数中，可能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开关，像比如说 USB check， 也就是在 USB 下是否能解锁，然后 IO 也就是安全开关。IO 如果说默认情况下它是0，然后如果说我们设置成最大值，也就是22027，它将会禁用这个安全开关。0的话，默认是启用这个安全开关。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警告之类的。然后在其他下面可能都一些什么就有一点通用的，像电池、校准、MU 以及传感器配置相关。系统里面的话就是比较常用，就 Command、EKF， 然后降落的一个检测，然后也有传感器，还有以及系统。所以在参数列表基本上分为这些。这是第二个，就是飞行器的基本设置的一个界面。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从 A 到 B 这个图标，然后这个图标的话是我们地面站的一个设置，比如说我们规划一些航点，给大家添加一个新的起飞点在哪，
然后给它画一些航点之类的。然后在这个航点下面，你可以设置每一个航点的高度，然后以及飞行速度，默认可能5米每秒，比较快。然后起飞高度，第一个航点是起飞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进行修改，就比如说我们修改它的地理围栏或之类的。然后第二个就航点，航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航点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就基础航点，然后有悬停，然后有高级，也有垂起，然后根据个人情况，然后这个航点返航、降落、起飞，你可以把这个设成航点，那它就航点。然后高度是多少米，悬停多少秒，航向是多少，如果不设置就保持默认，飞行速度是多少。所以这些基本上在这里，在这个界面可以进行设置。如果你要设置某一个航点，你需要点上某一个航点进行设置，设置完成就可以进行上传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清除一下，这个就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任务规划的一个界面，然后就可以跳到这个飞行纸飞机这个界面。纸飞机也就是我们的飞行终端显示一个界面，这里包括一些像我们这个罗盘方向，还有仪表盘显示情况是否水平或当前的一个角度情况。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值，像真实高度值，然后地速，也就我们的风速吧，然后横滚角度，然后 pitch 俯仰角度、航向角度，然后飞行时间、油门量以及向下的。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扩充一些参数，比如说我要显示电池电量，那你可以在这里我们选择电池电压，然后这里就会有电压显示。因为目前我们这里没有电池，所以这里显示为就是没有任何显示。这个就是飞行界面，飞行界面的话也有起飞和降落返航，就可以点击起飞可以进行滑动，然后这边可以通过设置飞行高度，然后进行滑动，然后进行起飞。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分析一个栏，然后在分析栏中我们一般有4个，一般就是日志的下载。如果说飞机进行飞过的话，你可以通过点击刷新，然后进行相应的日志加载出来。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地理围栏设置，第三个是 Mavlink 终端。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Mavlink 终端指令，也就是 NSH 一些指令，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些传感器查看。最后一个是 Mavlink 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消息流，我们可以查看每一个，比如说它的高度的一个数据情况，就有全局坐标下的一个气压计高度，有本地高度，有真实高度，也有相对高度。像还有比如说电池状态，因为现在没有任何，所以都是负的。比如说有 ODM 数据，有本地下的数据。然后最上面这个就是一些信息打印，比如说有解锁了，或者说有什么报错，它都会在这个界面，你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喇叭可以查看。旁边这个是 GPS 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这旁边是一个遥控器的一个数据，就是否接收到，然后再往过是一个电池状态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星去点环绕的一个显示，这边是一个解锁，就默认情况下上电之后是未解锁，我们通过 ARM 然后进行滑动然后进行解锁，目前是拒绝解锁的，就我们可以在这个喇叭这个界面可以进行查看。如果报有红色感叹号，就说明可能有相应的报错。然后最后这面是一个飞行模式的一个介绍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P-Hall 4的一个界面吧。